い戻れない死の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玩具开箱，我是邪哥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万代的这一款重生的白羊座黄金圣斗士木。这款木呢，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款重生的黄金圣斗士了啊。我在官网上看了一下，他们好像后面几个月都没有重生的黄金圣斗士的作品了，所以这可能是最后一款。然后其他的呢，有兴趣我也会给大家收来做一下视频哈。我们这一期还是先看打宝。对了，我还收了一款二手的白羊座的死昂啊，师徒2个。然后这款二手产品，一会儿我们可以拆它的时候呢，最后把它也拼上，我们来对比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玩具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款木的圣衣的一个外形盒子。它这次的盒子非常大啊，里面装的东西应该很多。然后常规的一些招式的造型，然后后背呢一样就是一些面雕、一些造型这些。然后这是送的一个小特点，一个柜轨。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白羊座的黄金圣衣的圣衣形态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来打开看一看。好啦，我们现在来拆箱看一看啦。这次它的这个圣衣盒子非常大，比前几款大好多。白羊座的圣衣箱到手，还差一点点，我们的圣衣箱也收齐了。哇，里面是4层啊！它的分解卡说明书。这是它的披风和2个头发，面雕3个，闪落的头发，然后送的柜轨和柜轨站的小台子，然后这边是它的白羊座圣衣架、头盔，2种的羊角、胸甲、腹甲、裙甲，然后4对手型，然后这是羊角的连接件啊，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木的本体，然后它修复圣衣的2个工具，肩甲，然后加上4只的黄金圣衣，然后4片手甲。好，那我们来拼一拼吧。好，我们白羊座黄金圣衣呢的圣衣形态我拼的差不多了啊，简单的讲一讲，它这个呢就是前面的就是小腿甲和它的这个2个肩甲。然后腹甲在这儿，手臂甲呢在腹甲的里面哈，然后这后面呢就是大臂甲、小臂甲还有大腿甲，然后它的裙甲呢要把它把2个侧裙甲和前裙甲拆掉，然后把侧裙甲装在这儿，然后头盔在这里，然后呢在它的背后装上一个连接件之后呢，我们把前裙甲装上来，然后再把这个装上去，它的上半身就好了哈。然后它这呢有2个羊头的展示件，一种是已经刻画出羊头的，另外一种呢没有哈，另外一种要装上这种角。我先给大家装一装吧，2种形态我都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先给大家看一个，这是最完整的样子啊，这就是我们白羊座的圣衣形态的一个展示了啊。这是先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它自己就有羊头这个有脸的这种圣衣的样子。然后另外一种呢，我一会儿给大家拼一拼。先看看这个哈，大家觉得这个圣衣形态的展示怎么样？我感觉比神黄金好很多哈，毕竟包裹度上面来说呢，感觉好很多。那个神黄金呢就是很多塑料啊，还是这个感觉好一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换了另外一种造型的样子，它是把这个什么呢？前裙甲放到前面，脸部前面，然后呢，把羊头呢放到了头顶上，然后嘴朝这一边。这种设计，这种看上去感觉我不喜欢这种啊，我还是喜欢脸到前面，然后有点抬起来那种。还有就是它有一种这种带纹路刻角的这种角，有点绵羊那种角的感觉吧。
它可以和这种桨的做一种替换，然后还可以就是用这种小棍子啊，有2个这种连接的小棍子，哎呦，不要弄丢了啊，太小了，所以说得注意一下。我是比较喜欢羊头在前面那种生意的样子啊，大家喜欢哪一种啊？可以告诉我一下啊。好，我们现在来拼它的人形形态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它这个竖体，这掉色，然后这个大腿奇松无比啊，我真的怀疑它一会儿站不住啊，有点担心。哎，不管了，我们先拼起来，把它拼起来看一看怎么样啊。但这次圣衣我感觉好像还不错哈，相比前面几个重生的感觉好像好一点。哎，不好意思啊，它这个呢也是要先装上这个膝盖架，不然没有办法装大腿啊。调整一下，因为它大腿这全是包住的，可是后面又挡不住，它这全包上了啊，所以说要对准一下位置，不然就是歪歪的。我们来装另外一边。然后我们的木呢，作为守护第一宫白羊宫的黄金圣斗士，实力在 TV 版上他一直都没有展示过身手啊，一直到12宫篇的时候才开始小露一手，前面一直都不知道他具体实力怎么样，只知道他是一个会修复圣衣的人。在那个时代唯一一个能修圣衣的人，非常的屌啊。来副甲，然后在12宫篇知道以前的队友反叛，也是非常愤怒，最后才出手的啊。然后有点高兴的就是啥，这个裙甲啊，终于不是滑扣的了，它是向前扣的那种。滑扣我最讨厌滑扣了，看这2个洞洞，然后好像是长的这一面朝上，哎，不要弄掉了，这弄掉就装不上了。该从前面这儿扣上，再把它的前裙甲给它装上。哎呀，不好装。好的，缩下来，好啊，看这大腿，大家看，奇松无比啊！这个竖体让我有点伤心啊，这让我想起了神天蝎也是一款脚软产品，哇，真的是烦人啊！不知道他一会儿能不能站得住啊？站不住的话，我真的担心他这个竖体需不需要加固一下，真的烦人。我很讨厌玩圣衣神话，真的就是很讨厌这种怎么说呢，站不住，这是个最尴尬的事情。怎么万代这次又出现了这种问题呢？真是的。随便先找2个手心装上，我们先整体看看，之后再来慢慢处理啊。好，那我再装上手甲，这边。然后大家都知道，木是那种练动力选手啊，就是练力特别强。在 TV 版上呢，就展现过用终于给它安上去了。这新的圣衣上有油，然后玩一玩，手上有点汗渍，就是这样。然后它的肩甲呢，就是这种比较特殊的这种2个小圆点卡上去就好了，这就不是 C 型扣那种。但这种要调整一下，才能感觉上包裹到位啊。好，这一边，好，然后我们的木呢，作为教皇的徒弟，我真的是佩服他，实力肯定不会弱到哪去。
然后这是它披风，哦对了，披风要先这样子，披风要先把羊角给它装上去，差点忘记了啊。羊角的话，我选择用这种羊角，我不喜欢用，那个这种纹路式的，这种感觉像绵羊的羊角，换一个，我喜欢用这种的。然后先把它原来这个上面的这个小件拔掉，然后呢，给它装在这个上面，插在这个上面就好了。好的，这边也是，好，调整一下，还先把头发给弄掉吧，不然躺在这碍事的啊。好，然后再从这儿给它调整一下，对准插口，给它按进去。好了，然后把前面这个羊角给它摆好位置。我是不是摆反了？怎么感觉怪怪的？先不管，这些小细节这东西我后期慢慢调整就好了。它这个又崩开了，哇，这个还挺不好折腾。先来这样，是不是弄反了？应该是这样子，是不是？哦，对，应该是这样子。哎呀，我说为什么会装不上头发呢？总算是安好了啊。它这个羊角这个连接扣呢，上下是2个圆圈连在一起的，所以经常掉啊，这得好好调整一下。还有就是刚刚有个小错误啊，它应该是长的这一面在下面，刚刚按错了啊。这样子的话，它裙角就是完整的了。好，那我们白羊座木就先这样子组装完毕啦。我们的白羊座木先生呢就拼装完成了啊。拼装过程我觉得就是这个大腿太爽了，刚刚摆造型也是软软的，一不注意就一只马了啊。然后就是它这个怎么说，那个什么羊角那儿，装起来有点费劲吧。然后送这个小鬼鬼，挺可爱的啊。然后这款玩具呢，整体的评价我觉得就是那种只适合摆造型、暂时啊，不适合把玩，因为把玩起来它的这种手感确实不怎么样，腿松，然后这个羊角这儿，再加上它这个肩部活动，其实都有影响啊。所以我觉得它只能适合暂时把玩，这些可能差点意思啊。然后整体差不多是这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ゆっくりでも近づけるかな夢のかけら大好きな人思い描いた愛の形はずっとずっと探し続けて話すよりもできることを数える方がいいよね。つまずくことはあって振り返りそうになってそれでももう決めたんだ。あなた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なんて大したこと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もそれでも触れていたいよ。好，我们今天这款重生的白羊座木呢，所有展示就到这里了啊。它从圣衣刻画这些来说呢，很好啊，很棒，我很喜欢。但是这个素体真的是让人太难受了，我实在无法忍受万代造出这样子的素体啊。那个刚刚你们不知道我摆造型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会儿啪就一只马，一会儿啪一只马。随便摆一下他的腿，啪一下就展开了，根本站不住，太难受了。就算伤素体也没办法，我给他修了一下啊，修补了一下。现在大家看上去会好很多，紧实很多吧？现在看没？光我用力搬才搬这么一点点啊，前后也很需要用力儿。我刚刚修理了一下，实在是没办法忍受了。本来说是再把
史昂也拍了，跟他做个对比什么的。这个素体搞得我真的一点心情都没有了哈。哎，希望万代能赶快修复这问题。我也不想后面的黄金圣斗士们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啊。这问题真的很让我很难让人接受，真的就是这么贵的一款玩具，素体这么差，站在那儿摆个战尸，站着站着一会儿，腿软倒了，这款玩具摔坏了，得不偿失啊，太难受了，所以我真的无法接受啊这款，其他都还 OK， 素体垃圾，就这么简单，这是我给他的评价，真的就这样子。哎，算了，不多说了，我们只能希望后面万代不要再犯同样错误。后面的重生黄金们，我希望明年看到你们的时候呢 ，very good 的那种，就不要再有这种瑕疵的问题了哈。行吧，那就先不管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摆上场景吧。好，我们现在把它摆上场景。哎，第一宫的守护者，我们就站在最前面。先靠点柱子吧，一会儿我再慢慢给你调整。不知不觉7款重生黄金圣斗士啊，已经过半，我们的共鸣马上就要来了。好，那我们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邪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